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分享一期咖啡生豆的水分检测的实验。咖啡生豆检测会有很多仪器都能进行对咖啡生豆的含水率的检测，有电溶的，有干燥法的，有电阻法的，都是为了测量咖啡生豆的含水率。一般来说，咖啡生豆的含水率在9%到12%之间。如果说含水率高于12%，那么咖啡豆就有可能因为特殊的环境之下会滋生细菌，形成豆子发霉啊、发酵啊。还有一个就是滋生一些霉菌之类的物质，因此来讲，一般咖啡的含水率都是在12%以下，是一个最佳的一个保存时间段。最低的含水率呢，基本上不会低于9%。如果咖啡的含水率太低、太干燥的话，那么它的风味其实也就是相对的在流失。或仪器里面的发热管去对咖啡进行加热，把咖啡里面的水分进行蒸发，在一定温度与它的时间之内，它的水分停止挥发，那么它就能测出咖啡的含水率是多少。这一台梅特勒特利多的水分检测仪，其实它的原理也是比较简单的，只不过它里面有一个准确度非常精密的天平，在不断的加热咖啡豆的同时，它能计算出在若干时间内里面的水分挥发程度。水分不再挥发的情况下，那么它就停止干燥，设备仪器就会显示出它在这个时间段内，所烘焙的物质所蒸发出的水分是多少。因此，因为一般水的挥发温度是在110度左右就开始挥发了，因此我会把它调整在恒温130度的时间段里面。仪器的使用条件也有环境、气候、温度等要求。一般来说，烤箱干燥法它是会使用一个在105度能强制透风，连续进行加热10个小时左右，才能进行这一个水分的检测。通常在太冷的环境或者说太潮湿的环境，首先的就是需要把设备进行加热。从这个监控面板上面，我们就能很清晰的看到，这一个是现在里面的温度，这个是已经使用的时间，这一个是脱水的一个线性。然后刚才100%的豆子已经在逐渐的脱水了。通常如果说是整颗的咖啡豆所需要的时间就比较长。等一下我们在检测这个咖啡豆的时候之前呢，会进行一个破碎的动作。现在里面的温度已经达到127度了。它通过不断的加温生热，就把豆子里面的水分不断的挥发，因此这里显示 98.82， 也就是说它的水分已经在逐步的在挥发了。如果温度太高去进行检测的话呢，它在脱水的同时，也会把咖啡豆里面的水活性物质
也会同样的挥发掉。因此，在检测的同时，我们不应该使用太高的温度去进行快速的脱水，而是需要慢慢循序渐进的。这就是这个仪器的基本原理。现在时间来到了6分44秒，一直在130度这样子恒温的去进行蒸发水分。从仪表上面看到它的水分有4%了。现在时间来到了11分50秒，设备还是以130度的温度在进行恒温加热。仪表板上面已经显示这个豆子的水分已经在6%了。目前这一次检测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都是用咖啡豆子做预热的检测。时间来到了21分钟、22分钟了，还是130度的在继续去脱水。但是呢，我们从仪器的这一个线性上面就很容易看到它的脱水已经越来越少了。仪表上面显示 92.34%， 那也就是说它已经去除了7点几的含水量。按照 ICO 来说 8% 至 12.5% 都是属于一个标准。但是 SCA 的标准呢是10%到12%，这是 SCA 对于精品豆的含水率的标准的检测。好，现在仪器已经显示它的脱水蒸发水的步骤已经完成了，也就是说这一个电子仪器的天平一直在不断称着这个豆子的重量。当它发现这个豆子的重量不再减轻的时候，它就会提示它的水已经没办法继续蒸发了，这个时候仪器就会自动停机。作为这个数值是进行参考。总共用了24分38秒，然后这一个水分挥发了差不多8%，差一点点。那么，因为有几个问题我们需要去说明一下。第一个，我们按照 ICO 是105度，需要蒸烤干燥大概16个小时左右，才完成它的水分的消耗的一个检测。但是这一次只用了24分钟，而且用的是130度，这个属于一个比较快速的检测。接下来我们对咖啡生豆会进行一个检测它的含水率。把天平重新放置好，然后归零。因为刚才已经说了，为了让咖啡生豆的水分检测更加的准确，我会把咖啡进行一个研磨，这样子它的含水率就相对来说就比较准确了。这个仪器它最大的检测量是50克，最少的检测量是0.5克，因此它的精确度还是蛮高的。盖下盖子，然后就可以开机了。这种卤素干燥法的好处就是它能迅速的去进行咖啡粉的这一个干燥，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把里面的水分
通过加热的模式给挥发掉，同时就能检测出咖啡粉或者说咖啡豆里面的含水率。这个包括烘焙好的咖啡豆，或者说一个生豆，它都能进行快速的检测。刚才提到的一个 COI， 它是一个国际的咖啡贸易组织，因此来讲，很多咖啡进口商或者出口商，它都会按照这一个咖啡组织去所定的标准去进行交易。CQI 和 SCA 它是属于美国的一个非营利性的咖啡组织，因此来讲，我们在去做咖啡生豆的含水率的阐述的时候，或者说标准的时候，我们到底是执行哪一个标准？时间来到了7分钟，这一次的咖啡粉或者说咖啡豆的含水率已经基本上是有10%了。这是第一次热机的时候检测的豆子，它的含水率是7点几，但是研磨成粉了以后呢，它的含水率呢，现在已经是有差不多10%。那也就是说，它研磨成粉的时候，它更能检测出这些咖啡豆的含水率的状况。为了数据准确性，通常我会在每一只豆子的每一个批次里面会进行3次的检测，检测出来的数据结果呢会记录下来，然后进行平均，这样子咖啡豆的含水率就会更加精确了。好，现在这一次的检测是12分42秒完成，它已经没有水分可以挥发了。通过这一个咖啡粉，我们看到它已经基本上成了一个黄色。同时，我们可以用计算器很容易的计算出来，100%减掉89.50，也就是说，这一批次的这个咖啡豆的含水率是10.5。把干燥托盘里面的咖啡粉清理干净，把托盘同样放到干燥器，然后进行清淋。把同一批次的咖啡豆或者说研磨后的咖啡粉均匀的撒在托盘里面。它的干燥时间是按照你的所放的这一个量去决定的。如果说你放的量比较多，可能它的干燥时间就比较长；如果你的干燥量比较少的，它的时间就比较短。最大是50克，最小是0.5克。好，开始第2次的水分检测。第2次的水分检测也已经完成，耗时是12分25秒。仪器上面显示的是89.27，也就是说挥发了10.7%左右的水分。这个是第2次的检测。清理完托盘里面的残渣，同样给天平归零，然后把同一批次的咖啡粉，研磨好的咖啡粉，
一定要让设备清零，它才能准确。好，已经清零。如果说想让时间快一点，可以放入数量比较少的咖啡粉。一般来讲，我会用3克左右进行检测，尽量每一次都是一致的检测的数量。第3次的检测也已经完成了，11分13秒，89.19，也就是说，在这11分钟里面，在130度的均衡加温之下，它的水分大概消耗了10.7%到10.8%之间，已经不能继续去有水分蒸发了，因此它就会停止进行升温。这个电子天平它会非常准确的记录在这个时间段里面它的重量有没有减轻，如果持续不再减轻的情况下，就证明说水分已经挥发完成了。这一次的咖啡豆的水分检测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欢迎分享与传播。